大家好，我是吴可，我又来捡垃圾了。这回捡的这个是退网的配折无线路由器，这也是一个 WiFi 6的无线路由器 ，AX3000 的无线规格，是个全千兆的网口，高通 IPQ5000 的处理器，256+128的存储组合。无论是外观还是参数上看，这个路由器都平平无奇，甚至是有些落伍了。但是架不住它价格便宜，目前这个机器在海鲜市场里的售价大约是20到30之间。我就随便挑了个便宜的买了，2台机器加邮费一共是49块钱。这期视频我会对路由器进行拆解，看一下它的内部设计，然后简单测试一下它的无线性能，并对它进行 SSH 解锁和刷机。最后我会测试一下路由器刷完极客固件后的无线漫游体验。介于这个机器目前只要20块钱左右的白菜价格，如果以上测试它都能合格的话，它就是目前最有性价比的无线 AP 之一了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先进入第一部分的拆解内容。路由器拆解。我们先简单看一下路由器的外观，路由器的正面和背面都设计有大面积的散热格栅，然后通常运营商路由器的背面都会印有路由器的一些初始信息，包括登录 IP、登录密码、无线密码等等。另外我们还得留意一下路由器的产地，这个路由器有深圳和泸州2个产地，其中深圳产的是可以直接从路由器的后台升级到极客固件的，所以如果有小伙伴是为了刷极客固件买这个机器的话，可以提前问一下卖家产地的信息。我买的这2台路由器产地都在深圳。我们拧掉路由器底部的4颗螺丝，就可以顺利把路由器拆开。拆开路由器之后，就可以看到一块挺大的散热片。我们看到散热片上布满了锈蚀的痕迹，这个成色可以说是挺一般的了。路由器的 2.4G 天线是焊实在主板上的，不过 5G 部分的天线是可拆卸式的。拧掉固定主板用的螺丝，拆下 5G 部分的天线，然后把主板背面的固定螺丝也卸下，就可以把前后的散热片都取下来。我们看到主板上也是有腐蚀的痕迹的，路由器的生产日期是23年，距离现在也不过2年的时间，说明路由器的保存环境并不是很好。不过好在应该不太影响路由器的使用。主板上直接设计了 TTL 的插针，不过这个路由器已经可以免拆刷机了。拆掉屏蔽罩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主板上的芯片了。SoC 是一颗高通的 IPQ5000 双核1G 赫兹，并内置了256兆的内存和 2.4G 的无线芯片，旁边则有一颗容量为128兆的闪存芯片。另外一侧是一颗 5G 的无线芯片，型号为 QCN6102，支持2x2 MIMO 和160兆赫频宽。最上方还有一颗1000兆的交换芯片。整个主板上都没有集成 2.4G 和 5G 的无线信号放大芯片，所以这个路由器的信号强度肯定就不会太好了。不过大家也不必忙着划走，路由器的无线信号弱有的时候也未必是坏事。对于覆盖面积不大的家用场景，无线信号弱的路由器对于无缝漫游的实现可能更容易一些。这个我们之后会有无缝漫游的测试。我们先把路由器搭回去，然后通电进路由器的系统看看。2. 简单测评。路由器的原生系统还是比较完善的，基本的功能都有。路由器的系统里还支持了 Mesh， 不过我试了一下，这个 Mesh 功能好像没有那么好用。系统里已经明明显示2个路由器已经 Mesh 组网成功，但实际测试的无线漫游并不成功。具体是什么原因，我暂时也就不去管它了，因为下面的内容还有很多。把路由器和电脑放在同一个房间里做近距离的无线带宽测试。我们看到 5G 部分的无线带宽是可以跑到1000兆的满速的，无线信号的强度也可以达到30左右。隔了一道墙之后，无线带宽就只剩下300多兆了，这时的信号强度就只剩75左右。因为没有内置无线放大芯片，所以隔了一道墙之后，这个路由器的无线信号就是不可用的状态了。所以如果不刷机，这个路由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玩头的。不过好在这个路由器可以很方便的解锁和刷机。下面我们就来介绍这个路由器的刷机玩法。3. 升级极客固件。首先，如果你是买来刷极客固件做无线 AP 使用的话，可以直接在路由器的后台升级完成。我们可以在极客固件的官网上下载这个适配高通5000系的 N300 固件，然后进入路由器的后台，选择高级选项，注意看一下系统的版本是 501.12， 深圳产的默认就是这个版本，如果是泸州产的，我们就需要手动升级到这个版本。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固件升级，选择上传固件，取消掉保存配置的勾选，然后选择下载好的极客固件上传，然后点击升级，等到系统更新完成就可以了。更新完成之后，我们可以手动设置电脑的 IP 地址为 6.6.6.7， 子网延码为 255.0.0.0， 默认网关是 6.6.6.6， 然后再打开网页，输入 6.6.6.6 的 IP 地址，就可以进入到极客固件的界面了。进入到无线 AP 之后，记得需要在系统管理里选择恢复出厂设置，这样可以固化一下固件。
之前的视频里我已经教过大家用 Docker 的方式搭建一个 AC 控制器来管理无线 AP 的漫游。其实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极客的云 AC 来控制无线 AP， 这样就可以省掉一个 AC 的设备。只要局域网里的无线 AP 都可以访问到外网，那么这个云 AC 就可以正常工作。我也是试了一下无线漫游的效果，正如前面所说，这个路由器的无线信号是比较弱的，所以无线 AP 间的漫游反而是比较积极的，漫游的切换过程都在20-30毫秒，非常顺畅。如果每个无线 AP 的覆盖范围不需要很大的话，比如我们需要在每个房间安排一个无线 AP， 用云 AC 或者自建 AC 去控制，这个路由器还是比较适合的。以上固件升级的方法就非常方便，适合不想折腾的小伙伴。接下来就是路由器的一些高级玩法了。如果你想继续折腾一下这个路由器，或者是想刷一些其他的固件，比如像 OpenWRT 系统，那么我们就需要继续解锁路由器的 SSH。4. SSH 解锁和刷机。在路由器开机的状态下，我们用一个卡针顶住路由器的 Reset 按键25秒钟左右。由于这个时间比较长，我们可以用手机上的秒表大致记录一下时间，误差不要超过5秒就可以。过了25秒钟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松开按键，接着打开电脑上的网页，输入 192.168.10.1 加上端口号56781，就可以登录到路由器的后台了。然后我们就输入用户名 root， 密码就是路由器的登录密码，就可以用 root 账号登录进路由器的后台。注意输入密码时是不会有显示的，我们只要一口气输入密码并按回车就可以了。登录完成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进行接下来的操作。我们可以在后台输入这段代码来清除 root 密码，当然如果你觉得没有密码不安全的话，也可以跳过这一步。然后可以运行以下2行命令来开启22端口的 SSH 功能。接着我们可以用一个远程登录软件，用 SSH 的方式登录到路由器来试一下。我们看到已经成功登录进去了。接下来我们需要修改一个程序的参数配置，输入这行代码来进入配置文档，在键盘上敲一个 I 就可以进入到修改模式。接着我们把第2行的这个0改成1，接着按键盘上的 ESC 键来退出修改模式，然后进入冒号 WQ 来保存设置。最后再用这段命令来启用一下程序，这样 SSH 就被固化了。每次路由器重启之后，就可以用远程登录软件以 SSH 的方式登录到路由器的后台了。解锁了 SSH 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给路由器安装任意的适配固件，比如说 OpenWRT 系统。具体的步骤如下：我们先复制这段代码来查看一下路由器的分区情况。我们看到15和16分区都标记着 root fs， 也就是系统分区。我们只要把新固件刷写到15分区里就可以了。输入这段代码来解锁15分区。接着我们就可以把 OpenWRT 固件上传到路由器的 TMP 文件夹下。上传完毕之后，去 TMP 文件夹下找一下这个固件，确认它已经上传成功。这里我们可以点击它，右键选择 Rename， 给它改一个简单一点的名字，方便刷机。然后我们修改一下这段刷机命令，注意前面的 TMD15 是代表第15分区，后面是刷机路径加完整的固件名称。修改完了以后检查一下，确认没有问题，我们就把这段代码复制过来到 SSH 里运行一下。到这里刷机就已经完成了。刷机完成后，我们可以插拔一下电源线，让路由器重启一下，这样新系统就会加载进来。等个几分钟，等新系统重启完毕，我们到电脑上检查一下新的网关地址，根据这个地址就可以登录到 OP 系统了。登录到路由器系统之后，我们还需要重新初始化一下路由器，再做下一步的设置。刷机演示的时候忘了做这一步了，大家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重置一下路由器。最后我来演示一下进入 U-boot 的操作，在路由器关机的状态下，用一个卡针顶住路由器的 Reset 按键，然后开机。路由器开机之后，继续按着 Reset 按键5秒钟左右，然后松开按键。此时路由器的指示灯会熄灭。我们把电脑的 IP 地址设为 192.168.10.2， 直网掩码保持默认。
然后在网页中打开 192.168.10.10 就可以进入到路由器的 U-boot 界面了。这是一个官方的 U-boot， 所以它只能上传和刷写官方的固件。不过一旦我们想恢复到官方固件，或者遇到刷机失败无法进入 SSH 的情况，都可以用这个方法让机器恢复到初始状态。之后再重复之前的步骤，就可以再次对这个机器进行 SSH 解锁或者刷写固件。最后请大家一定要记得，每次刷写了新固件之后，一定要先重置一下系统。好了，本期视频的内容就先到这里了。最后做个简单的总结，这个机器的优点是价格便宜，无线规格还算 OK， 刷机可以免拆机，还可以适配极客固件。缺点是这个路由器的硬件配置和无线信号都会比较差。我个人的看法是，这个路由器只适合用来做个无线 AP， 并且是用在单个无线 AP 覆盖范围不需要很大的场景。如果是拿来做主路由使用的话，这个路由器的配置就实在有些垃圾了。好了，都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小伙伴们给我一个3连表示鼓励吧，也欢迎你关注我的频道，我是吴可，我们下期见。